不那么好的挑剔了，超级无敌饿。对，那时候餐馆是倒过来的，是被我们吃倒掉的。不是他想把另外一家挤掉嘛？挤掉。那照理说确实能把它挤掉啊，因为它这么好的。啊不，老板可能数学不太好。因为我经常跟2个女生一起去吃嘛，到后面我说，跟2个女生，我胃口好嘛，很拽很好的吧？为什么拽？因为他至少他用心在他的食物上。分嘛，我很小一个头，我就特别担心它占了我的肚子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来得及吃呢。这样还挺好。千万你要留一个奶冻的位置。青团你们还吃？奶冻是另外一个味，这个甜品是另外一个味，这地方可以吧？占位了，总有位置给甜品。所以芬妮就说妈，一般我们吃饭有2个位，就说已经吃撑了，在那个餐馆，那餐馆没甜品，我们也得去甜品，它不算。就说我都快有点饱了。我告诉你，他是看的。昨天我昨天不是做那个卫生啊，那上面都是油污啊。然后我就爬上面，哇，用杯巾手打跟出去一块块的洗下来，终于洗干净。然后我们昨天就犒劳自己买披萨，2个人买这样2大盒，我拿吃多少，他都能干，那时候都不会说饱。因为那个是披萨的味。对，他吃饱都不会饱。能吃饱，能吃饱。哎呀，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会觉得说，就是老是怀念自己小的时候，就是胃口特别好的时候的这种状态，还有消化。所以你那个时候的东西也觉得特别好吃，为什么？胃口好的时候。你现在胃口不那么好的挑剔了，超级无敌饿。对，那时候餐馆是倒过来的，是被我们吃倒掉的。不是经营不善，好惨。过去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来的那几年，就是跟现在一样，好多家店都有在做 buffet，自助餐。后来就你发现，后来几年之后，buffet 全倒了，或者取消了，不做 buffet 了。你像嘛，你看，谢谢跑到水车屋点那个北极贝往死里点，那北极贝又不是烂肚子。水车屋，来，说到水车屋，你还记得以前水车屋麦秀烫的水车屋长什么样吗？就是回转寿司。对啊，它本来是这么样转，它中间有一个水车，然后那个很大，我印象中，那家就是你最近拍那家，大概大个4、5，我在里面被抓过好几次。就是前2天几个朋友说我要减肥了，然后他们在水车屋一拍我后脖子，你来干嘛的？就是它是 all you can eat。其实我觉得他点多少拿多少还是比较好。all you can eat 其实很多是浪费，你的肚子也是浪费，对吧？但那时候适合我们那个年龄啊。你以前他们说在大学旁边开的那个所谓的什么 all you can eat 的，绝对吃到。大学旁边怎么可以点 all you can eat？ 我印象最深，那时候大学边上是有吃盒饭，当时人没有这个概念的嘛。是荤菜可以随便吃，还是素菜可以随便吃？先是这样的，一个荤2个素，是那个3块钱，一个主荤一个半荤。2个素，半荤就是什么番茄炒蛋啊，或者什么青椒肉丝啊，这算半荤。好，过一会儿，另外一家开始了，2个主荤，就2个大荤，然后1个半荤，然后然后3个素，然后我们就很好玩，每天去看，哇，每天都有不同的，然后那个索性素随便来，好，到最后一家，2个大荤，2个半荤，素随便拿，饭随便添，吃完还有水果，还有汤。因为我经常跟2个女生一起去吃嘛，到后面我说，跟2个女生，我胃口好嘛，然后我说，好像我没必要买了吧。然后那2个说，我也觉得，可以吗？什么叫没有必要买了？就是他们买了2份嘛，2个大荤，一人匀我1个大荤就好了呀。够啊。对啊，然后我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？这些结果就是那家先倒掉呀，很快，然后我就吃了1个月，很开心，然后发现那家没了。不是应
该是最好的留下来嘛。他就是已经是亏本了。它不是 all you can eat，它就是你我一个知道嘛，但我就给你我知道更多，因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我们他想把正常推理就是他想把另外一家挤掉嘛。挤掉。那照理说确实能把它挤掉啊，因为他这么好的。阿婆，老板肯定数学不太好，成本没算清楚。他现在他是这样，他小本生意，他流动资金先撑不住了。如果像你说的是大的有钱的，是可以把，对，我就跟你耗1-2个月，对，我就亏1-2个月，然后你们都倒了我就行了。像这种的话，一个女生这么一份饭进去，一天粮食都有了。对啊，至少说中午饭和晚饭都有了。那他确实你讲的，他数学不好。对，不是，其实开店，它其实是我感觉所谓的风水哈，我倒不觉得有很多人，反正就是我跟你风水搞一下什么，其实不是。你看我们那天去吃那个火锅店，你没发现有一个它整个外围整个通透的，就是旁边人走过去都能看得见。我们那天去不是在那就是因为这样转了2圈吗？然后就会想，咱下次要进去看，要看，而且你看得到它食材，对，一种效应在那。对，不然的话，因为你不知道被关在里面，我进去会不会被你宰？我明白你意思。而且如果不好吃，对，就是关着，然后就是你门进去不知道，就是不好，我再退出来也不太好意思。对，所以你没看上次我们讲的某家，你说换了3个店了。就换了3个主人了，还一直开不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它就是在2楼，而且你一进去你出不来，你底下1楼的生意都非常好干那边，1楼为什么你都看得见那个店？你进去看它大概卖什么 menu 是什么，你心里有数。这说到这，我觉得那耶罗汤就很多店很聪明，他把 menu 就放在外面。对。你过去就走到外面，你都不用进店，你在那边看一下 menu， 我能不能进？大概这个价位什么我是不是觉得合适的？对呀，对。然后进去觉得贵，再出来很出不来嘛。对，就感觉好像很丢人的样子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到那边看看，其实大家看各自心里的东西，心里都有数。还有一个关键，好不好吃？你有的时候是看得出来，你最好能让他看得到，不然进去那个好难吃，哎呦，也是很失望。好不容易请着客。主要是已经闯入店里面做心理建设来不及了，在外面把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对呀。你从顾客的角度想，有时候就会想透了。对了，还有就看这个老板大不大方，舍不舍得了小本。没地方放了，现在。你先把锅拿起来，你看这个玉米是新鲜的，因为可能是最早的一波，新鲜出来，还有龙眼。哎呀，感觉过节了呀！那我这个吃掉了，占位置。那我就你赶快先吃了，所以有一点那个了，有一点那个了，那个这个饱满，是吧？很嫩的，很嫩，刚刚出来的，过一段甜玉米是吧？我讲这个小舍，很多老板是大、小他都不舍，大本小本都不舍。比如说，还记得那个卖烤串的那家店吗？就有一次还要停车。来说这个事情来，我们先说一个反面例子。那个我不说哪家店啊，反正就是什么呢？他想吃烧烤，它是有几家烤串店是开在一起的，对，就连排有几家都是烤串。那这家我的确没吃过，但是它上面写了很大标语，就是周几啊，什么23，反正是半价。那我看，今天正好是那个嘛，那我点些东西，那个他说你是外卖，我说他说我们这个半价只限堂食。外卖没的，我说那行吧，那就按照他我也不说什么，这个规矩是这样，我就那对啊，我也没说什么嘛，对啊，那我说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既然他不半价嘛，我就去旁边那家了嘛。对，因为你原来认识旁边那家，然后我是冲着旁边那家去的那我出来去那个旁边点好了出来，他不是要等外卖吗？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，他这个老板特地跑到外面来，他说你这个车要移走。我说我这边很快，5分钟拿走就好了。他说没有，你现在停在我的车位，但他其实就停在我的店里的车位，但是它里面完全没，就是外面空了好多车位，就是的确这块属于他的，算他这边的，对吧？但我就点个外卖就隔壁嘛，我就懒得再开个车停到隔壁去了嘛。他主要是不开心他其实是不开心。
就是要发泄在我身上，那我好，我就特地把车移走。但是你想这件事，我就跟他聊了这个事。你下次不会去这家店？你说我下次会不会？不可能，对吧？因为本来我也没有什么不开心，就是你的规矩是这样，那我知道了，下次我找个时间，是堂食的时候，我过来吃半价试试。但是这么一搞，我就不会来了，对，连来都不会来了。一般他是这样，退一步，你就会说，就是我下一次你可以停这次停了就，反正也没客人，对吧？我一开始跟他是这么说的，他后来回来告诉我了嘛，然后我就说，如果我是老板，我就半价给你。你半价是为什么？新开个店，对，你就想让别人来尝尝你们家东西好不好吃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不单尝了他们家东西，不管好不好吃，他卖了一个人情。对，而且你可以，你这个事实不矛盾。你说我们通常是这个规定，对，但是你既然今天也第一次来，那我今天就破例我就半价给你，再加一句帮我宣传宣传。对，那这个马上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你这样，我告诉你的结果，他已经关掉了，已经关了，没了，不存在了。所以他关店也是有理由的。对，然后我当时除了封杀机的老板一个理由以外，那是真的赚累了，钱赚累了。就是接触社会就真正接触社会开始，就是当时就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面，就是要做生意先做人。这一家生意好不好？会不会未来生意更好？做不做得下去？老板是什么样的人？老板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从他员工的脸上就能够看出来。确实。你看我们那天去那个火锅店，小姐姐，哎呦，那个热情的，但不是那种殷勤的热情是周到啊。那时候就说那个眼力劲儿眼力劲儿，我们都没想到，就是我们俩刚说要不要把这个放下去，一会儿马上就出现，说我来给你放，因为他怕我们放的煮不好，然后比如说我们说我这个辣椒酱太好吃了我们能不能带一点回去？他就尽他自己职责范围内能拿给你的，他给你这个他看我们是2个人嘛，他我再给你，我再给你去弄一个拿一罐给你，然后你像他会被老板批评吗？不会，他跟别的桌子的人就会讲一句。如果你们有在小红书上给我们好评还有谷歌评论，你们给我一点好评你看多好。那我真乐意给他好评，因为他确实很好。我马上我这边来找我咨询的，就最近来温哥华坐邮轮的，问我说 Richmond 有什么好吃？我说那一家哪家？对，要提前订哦，我已经很紧张的。而且我汤拿回来，他说可好喝了。而且那个汤它是用心的，其实这个也很关键，因为那个要讲如果你滴几滴味精进去，那也很奇，它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它那个真的是你不口渴，对，所以你吃完还会心里在打算说下次什么时候去，或者说我下次朋友有聚会，或者我们就会去。我在研究它能不能打包，它好像可以的，应该是可以，完全可以拿走的。因为我们下次过来的时候给你带过来。对，要个生的鸡，不要半熟的了。它如果熟的鸡，你路上汤汁半熟好，因为生的太多沫沫。那撇嘛，我们自己撇嘛。但是网上有说完全生的那个更嫩，网上评测。太多人去吃了，所以你看到中午都还排队。中午还要拿号。对，我们赶着开门去了。所以它自有它的道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就是店开得好，其实也是要诚心。也许你看你就觉得原来风沙记忆那家的老板，其实你要说他很拽的，我感觉很拽的。他从那个爱开不开门就，对，他在做复扣的时候就已经很拽的了。那为什么拽？因为他至少他用心在他的食物上。对，你要这么多年啊。从他在那个阿布丁上面开复扣开始，到他开到这个店，到这儿之前，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上去，在我印象中他只有一个表情，他从来没有第二个表情。你会看老香港很多那个饭店里面就是那样哈。上给我。他的那个态度放这里也可以，就有点意思。他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人的气质。你去台湾人店里面啊，去香港人店里面啊，包括就是比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又是另外一个态度。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质的。然后你不能说它不好。你比如说，你那天不是问我那个春秋火锅吗？我不是特地提醒你吗？我是说
有一些就是后来我的朋友就后来去的，会觉得他们态度不好。是怎么呢？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招待老香港人。开了30-40年了那家店。都是招待，而且 waiter 呢都是老的，就是都是跟着这家店很多年了，来吃的都是熟客，那而且都是讲广东话的，你突然之间进去一个，你也对他的 menu 也不熟，而且不会讲广东话的，他们有时候呢会有一种就是我还得跟你解释，哎呀，就是他本应该你都要懂的，你感觉他是不耐烦，其实不是的，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去，然后那个朋友是第一次去，然后我们就2个人吃，他那一份一份的那个肉啊什么都很多，然后我在那边选来选去，那个 waiter 说，哎，你别管了，拿几个你先勾上。他其实意思是什么？他后半句话没讲，他帮我们每一个我们勾上都来半份。它是有一个半份的 option， 只是那个 menu 上你看不到。哎呀，别管了，你点哪个，你要想吃哪几个你说，来说，好，这个是吧？啊，这个是吧？你觉得他很急，但其实不是，他帮你全部给半份，帮你设计好了。这样你全份吃不完吗？是的，上来我才知道说他帮我们弄的全部都是半份，然后就很好，很干净。就讲白了，他做的就是熟客嘛，就你们老到我这我就很熟，然后生的他好像。就是哎，你怎么不懂？来，我帮你了，别搞了。就是，但是你从我们的有一些地方的人的认知就觉得说，那么没态度怎么这样呀？啊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讲普通话的？啊，是不是欺负我们不会讲广东话？就是很多人是这样跟我说。对。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学生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家开宵夜，火锅吃不起，只吃宵夜。我印象中这个青瓜好嫩。我这2天一直都在吃青瓜。最近好像是这个季节到了还是怎么的？对，我吃了好几天了，很好。我没你洗的那么干净。我用醋洗的。我这手随便搓搓。干醋。皮皮又开始调皮了。他就是不想喝粥了。就是不想喝粥了，人家没吃到让他的 body 很满足的那一餐。你就像我们人一样嘛，或者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，有时候偏食，有一些东西没吃够，你总觉得你好像没吃够，但其实是营养不均衡，是吧，皮皮啊？你看我跟你说了句公道话，你说我的肉呢？看，是吧？肉还要喝什么汤？我要喝你面前的汤。这个吗？是的。谢谢乔老爷。不谢。你要什么样的？你不要给他肉。我不要肉。你藕啊，我就藕、墨鱼、藕啊、菇啊什么就行了。强烈建议你吃一小块肉。好，你一定要尝一下这个。好嘞。然后那个藕，然后那墨鱼。乔老爷跟我说你强烈你一定要吃一块肉，然后皮皮在底下。有种心酸感。我以为你不会喜欢这个，它就是酒。我怎么会不喜欢这个？这个开玩笑，我喜欢的要命。好。我一看那个汤是这个色儿，我就开始。我要喝点那个。这个哈。我就开始激动。你再不喝就被我喝完了。对，因为我是想这2份汤，你们可能不喜欢这个就可以吃那，没想到你们都喜欢，那就好了。吃一下这块肉，有肥肉但是不肥。它这个是皮，不是肥肉。哦，对。这是腿。啊，这是腿，你烹的。底帮。然后你就把酒它吸进去了，它把那红酒吸进去了。你放的是红酒。我们自己酿的嘛。哦，我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说是那个 wine 的红酒。那个出不来。对，我就喝了，我就是觉得是那个米酒酿出来就是红，要红曲，酿米酒。这个绝对月子汤啊。对。它只有福建人知道这种味道，它是很特别的。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补，马上面色红润，精神作用，胃口大开。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华人的一个视频，就住在意大利的一个华人，然后他就在分析，说我们现在人那么害怕碳水，你看意大利人一天3顿。早上咖啡配的都是甜的糕点，中午、晚上意大利面，
披萨之类的东西，他们喜欢特别喜欢吃面食嘛。但为什么意大利人身材都很好？对一个都很精瘦的意大利人。为什么？是什么？第一，意大利人是几乎不吃外卖的。他们觉得点外卖很奇怪。一般情况下，在意大利的大部分的地方，我们老说意大利人很懒。中午午休差不多3个小时，大家都是回家吃饭的。自己做饭。然后呢，他们都喜欢吃新鲜的。而且不过度加工的地中海饮食的那种做法。都是吃原形的、原味的，油基本上都是用的他们的意大利自己的橄榄油，对，那几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国家橄榄油最牛逼。好，还有一个慢吃，那刚刚花花说的，吃的很慢，他们在享受，没有人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的。还有就是说，尤其是碳水，下去。对，你看他们吃意大利面啊，但是其实你看它一份非常非常少，然后加新鲜的蔬菜、海鲜啊，新鲜的奶啊之类的进去，然后鱼也是非常简单的做法。那其实这个讲呢，其实怎么讲呢？还是碳水不能多吃。你看，你要从这里分析，它一是少，第二个慢，它化解了它的一些不好东西。另外一个，它加上好多健康的饮食进去，是的，还有生活习惯。